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意思的魔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来看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于布鲁可传奇版变形金刚的领袖之证版的擎天柱。这款在样品在展会上刚展出的时候呢，就引起了广大迷友的高度关注啊！因为说实话，领袖之证这款擎天柱除了正版的可变形的玩具之外呢，其他厂牌出的玩具其实并不多啊，这就是有正版授权的啊。这次千呼万唤总算是来了，我第一时间也不等折扣了，就买来看看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是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一样的好呢？啊，我们包装盒的正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玩具的一个渲染图啊，卖点也写出来了啊，胸口可展开发光，的确是非常漂亮。这应该是在玩具里面第一次展现领袖之证擎天柱的领导模块的造型吧。之前虽然说变形金刚孩之宝的玩具有用这个领导模块的造型做过玩具包装，但是在玩具里面展现出这个造型，好像我记得是第一次。正版授权的标记，侧面依旧是一个站立的造型，背面呢是它的一些卖点嘛，pose 结构开胸结构武器以及下面的特点嘛，依旧是骨肉皮系统完美的一个分色。当然，这个完美大家也懂，并不是100%完美啊。专属的一个配件，可以看到配件量的确是很多，一个发光的玩法。另一边呢是它的一个骨架系统配件，顶部是这样双炮的一个造型，底部就是一些版权信息了啊。盒子包装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来看内部的东西吧。好，打开盒子包装除了拼装板件之外呢，还会有一个人物卡片，像长条形的这种卡片和之前谈的一样，以及一份说明书。说明书还是挺厚的啊，全彩印刷的一个说明书。这次呢，说明书有必要提一嘴啊，它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布鲁可在产品越做越好拼装越做越复杂的情况下呢，它的说明书设计编排的功底呢，可能有点跟不上它的发展速度了。它一些零件的拼装设计在说明书上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或者说它的一个表述能力不够，设计画的角度不对，或者说它表述的不够明确。有几个点，比如说因为布鲁可的拼装有一些零件它是单独在包装内的，并不是在板件上，所以说，比如说它在拼肩甲的时候呢，像肩膀这一块零件就这块零件，它其实是分左右的，因为它肩膀的这一个三角的部分的造型它应该是朝前的，背面呢它是没有的。这一块在说明书上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提示出来，所以说就很容易拼错。拼完之后发现两个肩膀不一样的时候，再找发现是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还要拆件。肩膀这块还算是比较好拆的，在其他一些地方就拆件起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还有比如说像脚部这块的零件像这个零件，有脚后跟和脚腕关节呢是需要插到黄色这个零件内。这个黄色零件从这张图里可以看到，它是位有3个孔洞。至于这2个孔洞具体插在这3个孔洞哪个位置，它其实表述的并不是很清晰。可能你要结合后几步的图表来，后面零件大概需要放在什么位置才能够清楚的明白这个零件是应该安装在哪个位置。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或者说你有丰富拼胶经验的人来说，可能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布鲁可毕竟是一个成年人吧，应该是全年龄吧。呃，就小朋友也会拼的话，这块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或者说你成年人像我这种粗心大意的人，可能就第一时间不太好明白这个怎么拼。包括这些关节位，虽然它有一些，比如说变色帮它变成了浅蓝色来标注，但其实并不是太清晰，这是它说明书上的一个问题。说完纸品七七八八的之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款擎天柱拼完之后的一个状态。整体拼装过程呢，除了说明书那些比较令人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太爽快的一个感觉之外，它有一些零件在拼装时候呢，也是需要一点力气和巧劲儿的。就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万代拼装模具把我们的拼装阈值体验的阈值拉得比较高，在
其他厂牌上呢，就还是挺难找到那种爽快感的。有些地方呢是需要用一点力量，有些地方呢它是需要细节方面你自己推敲一下。比如说它在小腿部这4个轮子啊，在安装的时候，它里面连接的桩位呢其实是粗细不一的。我不知道在设计上它是有什么巧思，但是我个人以我粗浅的理解来说，这2个轮子你第一直观上理解，你应该这4个轮子可以互换插，应该没什么影响它结构或者是功能性上的问题，但它是做了2种粗细的桩位来定的。比如说，如果说你一个桩位发现插不进去的话，你可能是没有仔细看说明书，或者说是你拿错零件，就不太方便。有些比如说像我大腿后部这块零件，你大力金刚指压到很结实，才可以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合缝。但是它有些零件就比较薄，你在没有吃准它，你按的对不对的时候，你不敢用大力去按它，这是一个问题，就让你的拼装过程呢，并不能很直觉，是需要非常仔细，按部就班而来。还有呢，就是它在零件的一个呈现度上，比如说它这次给的2款新成件，它剑刃部分呢是2个大长零件啊，其实这个看似银色的零件也是在蓝色透明件上涂的银漆。我这2款呢都是经过我泡热水搅过型之后，但是大家也是可以发现，其实它剑刃部分呢是不直的啊，这在大块零件的把控上呢，布鲁克在工艺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本身它的一个键板的造型呢，就是2个交错起来，所以说你第一视觉感觉就觉得它很怪。你放在平面上去按这零件的话，才发现这个剑刃其实是弯的。你可能要么去接受它，要么就要花一些功夫去矫正它，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硬的材质，而且是透明件。你搅它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一些的。同时，既然说到零件材质呢，还是要提及它在某些零件上缩胶的感觉，比如说像剑刃上这些缩胶的感觉，还是有一点明显的。像这些位置，而且它的一个零件的塑胶推出口呢，都是在比较明显的位置。怎么说呢？只能说在拼装模型，它在一个生产工艺上呢，它经验还是不够丰富啊，不够老练啊。虽然说财团币有时候也会恶心你吧，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它还是能做到相对可以的。当然，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呢，比如说它按压式水口就会有这样一点一点的水口位在相对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这个其实大家都玩到现在都应该已经习惯了。要补救它的方法，最简单的应该也就是买相应的马克笔，给它相对的位置给它去补它一下啊。但是呢，这个习惯了也就不算什么大问题了。好了，缺点吐槽在拼装过程中的缺点吐槽基本上就到这边。那我们继续来看它的一个成品。有一说一，在造型上呢，它还是非常能打的，特别是它的还原出的这个脸，它这次脸呢也是给出了比较丰富的一个替换脸啊，比如说除了默认这个严肃表情之外呢，还会有这样一个微笑的一个表情，以及张嘴怒吼的表情。所以说它嘴巴里面它缺少涂了一点黑色，这样这个贴纸铜牙那个感觉。之外呢，这次还有个亮点，就是它的一个口罩脸，这是我觉得它设计非常好的一个点。它口罩脸并不需要像替换脸一样去拆它的零件，你只是需要把这个口罩按压到它的脸上就可以。它主要是靠它两边进气口这边有凹，口罩上有凸呢，就可以固定住它这个口罩。在还原度上，虽然说稍稍有一点点凸嘴啊，但是作为戴口罩的造型来说呢，我还是觉得能够接受这样一个造型的，而且这个把玩上的便利性对我来说是非常满意的。其他的呢，它拼装的问题呢，还会有一些材质问题嘛，没办法，它总会有一点晃，但是这个并不是它的问题，是材质本身带来。还有一点在可动性上设计比较不太令我满意的，就是它腰腹部的可动左右摆就会弱一点，这到时候我们在提可动的时候再说吧。外观造型呢基本上是这样，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排气管，这个在很多评测 UP 主在拿到
测评键的时候就已经提过，它会左右动。我这呢是在它轴关这边的一个孔洞里面呢加了一点丙烯，现在稍微紧实一点，不然的话会更松。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背部背负新成件的这个零件装上去之后呢，至少向内它会有一个定位在，不会左右天线像雨刷器一样左右摆。我个人建议呢，是可以尝试把这个两个排气管和底座连接的这个轴关呢，用胶水粘死，因为这个底座其实也是一个球关来的，你不用担心粘死之后，在对它的造型可动上会有什么调整上的影响，它其实就底部球关也是可以调整的，这里我建议还是粘死。同时可以看到这次我肩胛方面的一边是霸天虎，一边是博派啊。都给了，不要浪费吧。虽然说他在动画里面示意变成奥利安 Pax 的时候只纹了一个霸天虎，但是好像他纹了2个肩膀吗？还是只纹了左肩？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好处就是他这次肩胛零件都给了，当然这个肩胛零件造型大家也看到，我之前在说明时候说过，它其实是区分前后左右的。同时，它这次的一个车窗呢，也提供了动画的深色造型和二版玩具造型的一个浅蓝色车窗。我觉得我用了浅蓝色的车窗啊，因为建议大家在拼装的时候呢就已经固定好，因为如果你在拼完之后再替换呢，要拆零件还是蛮多的，并不是很方便。而且在透明件上拆零件，大家应该也懂我什么意思。用这个透明车窗呢，一个是跟它的新成件发动模式的颜色比较匹配，还有就是它车窗里会多一些细节，我觉得是挺好的。同时，它这次的武器呢，除了2把新成器之外，还有2把避刃。2把避刃呢，可以通过安装上这样的一个深灰色零件呢，就可以直接装在手腕球关的部分。当然，你不装这个深灰色零件的话呢，你就可以在手臂的小盖板这边打开进行安装，还原不同的2个造型既然提到这块盖板，我还要吐槽它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在小臂甲这块呢，它上下左右前后2块是有落差的，这我觉得是不应该啊！你既然已经模型出了那么多款了，还有这种工艺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就很丑啊！还有2个臂炮，手炮吧，结构呢是一样的，它中间这一段圆圈的地方是可以转，但是比较紧而且你当它不可以转了，因为平时也不会把玩到它。安装方式呢就是替换手型关节。看一下，就这样装好之后呢，你还要打开它的一个小臂甲就模拟动画中它枪炮从小臂中变出来的这种造型，还算是可以，蛮不错的。手心部分呢，这次除了实心握拳手呢，以及还会给出斜握新成件的一个手指零件，就这种的，以及正握的手指零件。直的大拇指关节大拇指和握持握拳弯的大拇指，都是需要替换手型以及开掌的一个放松手的一个手型手指零件。玩过万代 MG 的玩家应该挺熟悉这种换手指的一个造型手操作，但是我个人是不太习惯的。一个是常换之后呢，它里面的装握会松，就会导致在握持新成件的时候，你手指还在键柄上，它手掌掉开了就会非常的糟糕还有就是你拇指关节它是一个球关球窝的，你经常插拔之后呢，也会松，就会掉手指。你想整个零件其实它缺少的部分就是手背甲部分和手掌根部这个部分，就是2个分件。你真的缺这2个分件吗？布鲁克省零件能省多少呢？就挺无语的。其他的还会有一个有动眼的一个握持手型的手指零件，但是这个本身这款产品里面是没有需要用到这个动手的零件的配件。
同时呢，它还会有一个祖传的一个地台，磁吸的一个名牌，这就不再赘述了。之前唐什么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所以说配件这一块呢，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在聊完配件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把它本身的一个问题呢聊得七七八八了。优点部分一些商单 UP 主应该已经说的蛮详细了，我就不多做赘述。所以说我这个视频呢，基本上会吐槽的比例比较高，甚至于全部都是吐槽。无所谓啊，大家放给大家在购买时候一个参考吧。造型正面是这样，侧面是这个样子，背面呢是这块。当然，这个新成件的挂载零件是可以取下来的。当然，我还是装上去，目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为了让它天气背后的烟囱不乱跑。背部整体360度旋转上呢，它在造型上是没有太大的毛病啊。还算是能看的，在配色上呢，稍稍会有一点缺色的部分呢，也不多，也不太明显。比如说头盔啊、进气格栅这块，天上那个天线的周边的蓝色，这些都不是重点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满意的一个程度，至少我是比较满意它这个外观的。在可动性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它抬头、低头，抬头幅度是这样，低头幅度呢是这个样子。头部左摇右摆也会有不错的幅度，转头呢基本上也是可以够用的一个情况。你360度转的时候呢，下巴可能会和领口、脖子这边的零件呢有一点点干涉，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然后手部可动呢，它主要肩膀这块这个零件啊，你要注意，它是一个虽然说是装的时候是可活动零件，那其实装上去之后它可动的幅度非常之小，但是在旋转手臂时候，它容易和身体躯干部分的零件产生干涉，所以说你要避让开它之后呢，好吧，掉下来了，就是这样一个零件了。你可以360度旋转你的手臂，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肩膀这块的造型零件啊，是不是会产生干涉？本身虽然它有一些上下可动，但是如果你要兼顾可动的话，它其实可以动的幅度非常之小啊，纯粹是一个为造型而造型的理解。肩膀这块呢，它是在顶部有一个连接桩在这边，所以说它肩胛可以单独打开。但是它手臂平台的关节呢，并不是直觉的在中心位置，是靠偏下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平台呢是在这样一个角度。你肩胛盖住的时候不太明显，但是你掀开肩胛的话，这块就可能会有一些视觉上的一个违和感。同时，一个小臂的这条大臂吧，大臂的平转也是在这边转到一些角度的时候，我会觉得它这边的关节有一些单薄，但是平时你肩胛盖着的话呢，就不太明显。但是你可动的时候呢，就刚刚看到你的肩胛会干涉了，你肯定是要掀开这块呢，就可能造型上会有一些突兀。手臂曲肘呢，默认不抽拉的话呢是不到90度的，但是呢，它布鲁克传奇版它会有一个手肘拉伸的一个关节，这在很多款产品上也有，从第一款擎天柱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设计，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接近130度、40度左右的一个曲肘，这个曲肘幅度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有够用，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你拉开这段关节呢，它手臂是可以往后折的，这个设计就很迷再加上这个手臂甲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设计或者说制作工艺上的一个问题，就会让这条手臂在侧面的时候，它可动幅度非常的角度非常的丑，而且它手肘内部呢会有前后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这个光线能不能看得清楚会有一些造型的零件，像这个，如果你转到后面之后，你直接平转了，它会卡到，你一定要调整一下内部，在小臂内部的一个关节之后呢，让它能够收进去，再折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幅度。我不知道手腕关节为什么它不在往后的部分做一个限位这样会有一个之字形像断手一样的一个可动幅度，我觉得这个是不理解的，就很费解。但是呢，它手臂这么长的一个小臂这块呢，它是没有平转的。而且有什么问题呢？它手腕关节呢，它虽然可以有一个内收的关节，但是因为它的一个造型关系你手臂如果旋转到90度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手掌是没有办法笔直往前伸出去的，这导致它在领导模块胸口的时候呢，这个 pose 就会非常奇怪。
就很多你看一些官图或者是他的手臂是很捉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开胸甲就不自然。这我觉得是它可动设计上的一个弊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为了造型上做了妥协，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可动设计是不太好的。看完手臂呢，我们看一下它躯干。躯干这次是一个感觉好像有很好可动，但是其实令我很失望的一个可动设计的一个部分。首先我们看它弯腰是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还算是不错，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背后呢也会有一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展示，还算是不错。左摇右摆，在上下两段的角度呢也是可以提供到相对不错的一个幅度。那么它最普通、最常用的一个腰部平转呢，它在腰部和腹部这块呢，胯部这块是没有平转，它平转都是靠胸腹这块的角度，这个关节进行平转，它可转的幅度也非常之小，整个角度加起来应该是不到45度，大概是30度多一点的一个左右平转角度，这让它在摆一些 pose 的时候，甚至于你要摆出86擎天柱那种经典的跳射的 pose 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这就很费解，很费解。我宁愿弯腰角度小一点我比如说我下一段弯腰关节小一点，你做一个在腰部可以的平转，让它获得更好的腰部平转结构，我觉得是更值得的。但是现在明显就不太行然后下盘的可动算是它的一个优点嘛。之前我听到有人说他腿部大腿插桩不太好插，或者说是插得进一边插不进，但是我这款好像是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虽然说插的时候也很痛苦啦，因为它非常紧，同时它手臂肩膀的关节要插桩插进去的时候也非常紧，因为它是有限位的那个结构的你插进去的时候要用非常大力，腿部这块还好，它整个零件呢还算是没什么尖锐，肩膀这块呢，你可能是要把肩胛什么都拆掉之后，再把整个装位插进去，再把肩胛装上去，这其实是和说明书上的顺序是相反的，整个拼装直觉上呢也是不对的。好，说回它胯部的一个可动，胯部可动它默认不进行借位的情况下呢，幅度不大，但是它整个胯部呢它是可以往下拉一段的。虽然说是两边同时拉，但是拉开之后呢，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踢幅度。虽然说有一点点往外，但是你笔直正踢往前的话，它也是可以超过90度的。如果你不介意往外踢一点的话，它是可以脚尖过头的。然后后踢90度也没什么问题，然后侧踢也是可以达到90度一个幅度。就是在你解锁胯部关节的话呢，它下盘大腿的可动是非常不错的，大腿平转呢也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幅度。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幅度呢，虽然说不是里面可以360度转这种，但是有这样一个可动幅度，我觉得也是应该够用的。事实我把握下来，这个幅度也是够用的。然后屈膝这一块，算是它这次比较好的一个呈现点吧。它内部银色的装甲和蓝色的装甲呢，在屈膝的时候会进行分开还原出一个拉伸的结构，内部金色零件呢也会在视觉上给你带出颜色错落的感觉，屈膝幅度也是可以达到大腿贴小腿的幅度，非常的不错。这点是它全身可动上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小腿部分轮子呢，它是可以独立转动的它的轮子槽点呢，无非就是它采用了不同规格的粗细的桩这个我不太理解因为这一块也不涉及它的一个可动，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膝盖弯曲带动联动轮子的结构，对吧？好，然后脚踝这边它呢后接地呢往后就踮脚尖，它是只能靠脚尖，脚后跟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办法再往内部伸的。勾脚尖呢也是主要是靠脚尖部分，但是脚尖部分它是一个靠滑槽的一个结构，阻尼度呢稍稍比其他关节来说呢弱一点，可能时间久了之后是需要加固一下的，但是目前来说呢还算是够用。然后左右接地方面呢，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幅度。虽然说它内部的装甲是可以移位，但是它提供的接地幅度还是非常有限。但是这个角度，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也是够用了。印象中 TFP 的擎天柱也没有什么1字马这种
造型，毕竟不是人人都是上回云盾，这个接地幅度和造型呢，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好，看完可动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下它这次的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就是它胸口领导模块的一个展示。首先呢，我们打开胸甲这一块，掀起就可以看出领导模块的端倪了。然后尖尖这块呢往内折，之后呢就是我觉得比较抠手这块，就是要红色2块胸甲呢往外拔到底之后呢再进行外翻，不然的话会有零件的损坏。但是在安装的时候呢，这一块零件呢，也是可以看到它里面内嵌了一块银色的一个分件，它也是直装安装在这个内部的银色零件上的，所以说你单扯外部红色装甲呢，可能不太凑巧就会把这个零件拆下来，这是比较令人头痛的一块。好打开基本上是这个角度，另一块也是，它还是比较紧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你拉的时候，腾开一定的角度之后呢，最好是手伸进去，施力在银色的零件上，把这块胸甲给打到最大的角度提出来，这样呢才确保红色零件呢不会掉下来。打开红色零件之后呢，这2块下面的小尖尖的零件呢，也是可以往外翻开，就展示出了它整个领导模块舱的一个造型。虽然说和设定中的胸甲打开方式呢不太一样，但是这样一个展示效果呢，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特别是这个领导模块造型，有一说一还挺好看的。这时候用磁吸的吸它一下胸口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领导模块的一个发光。当然同步呢，它眼灯也会亮，但是亮度靠胸口传导上去的，眼灯的亮度是比较有限的。胸口领导模块呢也是可以取下，但是取起来就比较抠手。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内部会有一个7孔的仓位，也蛮不错的，造型不错。领导模块呢是这样一个需要自己拼装一下的一个结构。好，我们再盖起它的舱口，看一下它的一个眼灯。我们调到特写位置，可以看到它眼灯的一个发光效果就还是很弱。但它这次的一个眼睛设计呢，并不是整个眼眶都是透明件，它是透明件只是在瞳孔这个位置，算是为了还原它原动画当中那个有瞳孔的设定呢，是花了一点心思，但是实际的一个亮灯效果呢是比较弱的。第一次是常亮，现在吸的第2次呢，它是一个呼吸灯一个效果。第3次呢，就是它的一个熄灭，而且这次可能是因为胸甲比较厚，离它的一个发光机关比较远，它自带的一个磁吸名牌来吸它的话呢，可能要找一找位置，并不是特别的容易。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款 TFP 的擎天柱呢的打分是可以打到4颗星的一个分数，因为说整体造型上和可动性上呢，它都是一个比较出色的一个程度。虽然说它腰部的可动稍微差点，但是在造型上呢，它还是蛮贴近原作的。当然配件数量非常丰富，也是一个加分的项目。那它1颗星扣是扣在哪里呢？一个是它在它拼装过程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说明书的呈现、拼装过程的手感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它的一个配件的给的态度上虽然说它这一次呢，附件武器的人给了很多，但是很关键的一个替换手型这块，它没有使用全可动手，这个当然从之前起源柱上也可以理解，包括长久以来可动手和造型手的大家都是各花入各眼的，但是你既然可以说造型手能使用像万代这种替换手指的玩法，其实是真的是我不太喜欢，至少我非常的不喜欢。你完全可以给出完整的一个替换手掌，其实就差2个零件而已，一个手背零件，一个手掌零件而已，就会好很多。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发光机构呢，其实到今时今日，它现在的成品展示上来说呢，已经是非常的弱了，应该是要考虑改良一下这样一个发光机构的一个设计。怎么说呢？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一款作品，所以说我给到它一个4颗星的评价。如果你喜欢 TFP 擎天柱这样一个造型的话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等它降价之后入的。大家都知道布鲁克传世系列变形金刚它降价的大概一个节奏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也不用我多说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们键3连支持播，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下次见了，拜拜。